仙门小师妹赌气，独自一人离宗出走。结果刚下山就被合欢宗长老迷晕，关入地牢之中，用于采阴补阳。我奉命去给他送饭菜，他跪在地上对我疯狂磕头，哀求我将他的护身玉佩带到宗门外，然后摔碎他，并承诺等他的师兄们将他救出后，就带我一起离开这个魔窟。我不忍天之娇女被凌辱践踏，便答应了他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得救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师兄们血洗合欢宗，一个不留。濒死之际，我不甘心地拽着他的裙角，他笑得天真又残忍。区区一个卑贱如蝼蚁的凡人，竟成了我那么多跪拜，你说你该不该死啊？说完，瞬间勒断了我的脖颈。再次睁眼，我又回到了给他送饭菜那日，看着手中泛着暖光的护身玉佩，我反手将它交给了色鬼长老。这一世，就让那受万千宠爱的仙门小师妹，在这色欲的泥潭里彻底发烂发臭吧。这位妹妹，求你救救我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求求你将这枚护身玉佩带到合欢宗外摔碎，这样我的师兄们就会来救我。我知道你也是被掳过来的，你一定也很想离开这个肮脏的魔窟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帮了我这个小忙，我发誓以后绝对会涌泉相报的。好妹妹，求你了，救救我！一声声无助哀切的请求声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缓缓低头看去，随后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。只见昏暗压抑的地牢中，一个泪流满面的红衣姑娘狼狈地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给我磕着头。这幅熟悉的场景，我死也忘不掉。上一世，我本是小山村里一户寻常人家的女儿，爹娘恩爱，男耕女织，过着平淡而又幸福的小日子。直到10岁那年，爹娘在地里除草，猝不及防地被一道绸带勒断脖颈，紧接着尸体也被烈火燃成灰烬。那时我刚爬上树准备摘果子，侥幸躲过了一劫。等仇人飞走后，我边哭边用家里的腌菜坛子将爹娘的骨灰收集了起来，安葬在后山的竹林里，随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小山村。我知道，若想弄清楚是谁杀了我爹娘并且报仇的话，就必须要去学一些仙人的法术。不料我在前往大宗门的路上被合欢宗韩长老给掳走了。由于我年龄太小，又测出体内毫无灵根，只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普通人，韩长老索性扔给我一套杂衣服，让我做些扫地砍柴的活计。我很想逃离这里，然而合欢宗到处都是法阵，在多次目睹逃跑的女修被活活折磨致死后，我不得不暂时放缓了逃离的计划。平日就偷偷观察着各种路线地点，耐心等待着下一次能安全逃离的时机。直到有一天，韩长老又扛了一个红衣女修回来。那女修长相清纯，极品冰灵根，修为虽然还不是很高，但体质却是极佳的双修好料子。她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威胁韩长老将她放走，否则等他的师兄来了，就要把整个合欢宗屠杀殆尽。韩长老听出他的出身可能不简单，但让他放弃唾手可得的高级炉鼎他又不甘心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，开启了隔绝法阵，不让那女修有任何机会向外面传递消息。只是那女修性子实在是太烈了些，从储物袋里掏出各种法宝攻击韩长老。韩长老一时不防，竟也吃了个不小的亏。他气急，当即封绝了红衣女修的灵力，又强制喂了她一颗药性极强的软骨丹，准备在月圆之夜和她双修。或许是我这几年表现得过于温顺乖巧，没有什么威胁力，韩长老就命令我每日去给他送饭菜。可我刚进地牢，就见他跪在地上哭着向我求救，说自己是玄阳宗掌门的小女弟子魁蕊，随后塞给我一个泛着暖光的凤形玉佩，让我在宗门外摔碎。我的内心其实是有点抗拒的，毕竟我的血海深仇还没有一丁点眉目，合欢宗又处处都是各种法阵，若我能成功逃出去还好，可若是被发现了，那等待我的绝对是死路一条。然而看着脸色惨白，又将额头刻出血的魁蕊，我的内心还是划过了一丝不忍，不忍心看着这个仙女一般的天之娇女被关在这肮脏的地牢，任人凌辱。况且玄阳宗可是修真界数一数二的大宗门，若是我救了掌门人的小弟子，或许就能向他请求帮忙追查是谁杀了我的爹娘。于是我找准时机，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，靠着几年来一点一点规划的路线，有惊无险地逃出了合欢宗外面。出来后，我第一时间将玉佩摔碎，不过眨了几下眼的功夫，天边就迅速飞来好几个实力高强的仙门弟子，他们强行突破了合欢宗的禁制法阵，将衣衫进退的魁蕊从韩长老的胯下给险险救了回来。魁蕊的眸色猩红，歇斯底里地要求他的师兄将整个合欢宗的人杀光杀尽，当然他也没放过蜷缩在角落里一脸惊恐的我。他的脸上不再楚楚可怜，也不再满是哀求，更没有感激之色，取而代之的只有满满的屈辱和愤恨。忽然他的袖子里翻腾出一根流光溢彩的绸带，死死地缠绕在我的脖颈上，嘴角缓缓扯出一抹残忍又天真的笑容。怎么，你以为我会对你感激涕零，涌泉相报吗？
哈，区区一个卑贱如蝼蚁的凡人，竟成了我那么多跪拜，你说你该不该死啊？胸腔里的空气快速流失，我不甘心地伸手死死拽住他的衣角。我太蠢了，轻易相信了他的话，不但害了自己，还帮助杀害我爹娘的凶手逃脱了苦海。他手中那个流光溢彩的绸带，是我每个夜晚中挥之不去的噩梦。见我的眼中满是不甘和浓烈的恨意，辉瑞笑弯了眸子。其实，若不是我杀光了合欢宗的人，你恐怕一辈子都要在这群淫贼的胯下过活呢。说起来，你应该感谢我呢。说完，手上一拢，那绸带瞬间勒断了我的脖颈。我空洞的瞳孔中倒映着他楚楚可怜奔向师兄们求安慰的背影，意识逐渐消散。没想到再次睁开眼，我竟回到了给奎蕊送饭菜的这天。见我迟迟没有反应，奎蕊眼底深处划过了一丝怨毒，但很快他就遮掩了过去，跪在地上扯着我的裙角，仰起头楚楚可怜地看着我。好妹妹，我的师尊和师兄们都很重视我，只要你救了我，那仙草灵药天才地宝，保证你脱胎换骨，寿岁千年。脱胎换骨，寿岁千年。上一世他被救出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杀光所有人，而我这个救命恩人更是被他亲手了断，甚至杀死我的绸带武器，在6年前也曾杀死了我的爹娘。现在的我对他恨之入骨，只想将其剥皮抽筋，以此告慰我在天之灵的亡父亡母，又怎么会再帮他传信逃离？但是我也不会让他就这么轻易的死去。杀人诛心嘛，我就是要他在满怀期待中等到的不是救他于水火中的师兄们，而是那个可不淫邪的韩长老。我要他满身脏污的堕入无边地狱。他不是说我这个卑贱的凡人承不起他的跪拜吗？不是说他杀光了合欢宗的所有人，我该对他感激涕零吗？那我倒是要看看，这一世他没有杀光合欢宗的人，我和他又各自会落得个怎样的下场。在他期待的目光中，我攥紧了双拳，极力克制住用匕首抹了奎蕊脖子的冲动，随后装作一副惶恐不安的模样，忐忑地开口：我也想帮你，可是外面好多人，我害怕。不用怕，师兄们个个灵力高强，悲天悯人，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骗子！我分明从他的眼中看出了一闪而过的恶毒和不耐烦。前世我拼死帮他摔碎了玉佩，他不感恩就算了，甚至因为跪了我要置我于死地，以及他杀我的时候，他的好师兄们可是个个满脸戏谑的站在后面看好戏呢，还嫌弃我脏了他的法宝绸带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奎蕊是忘恩负义的恶毒白眼狼，宠爱他的师兄们又会好到哪里去呢？自诩什么仙门正道，可办的事和魔修邪物又有什么区别？心中讥讽地笑了一声，我垂下眼眸道：好，我帮你，只是外面的阵法很多，我又没有法力，不能绝对保证会把玉佩带出去。若是你迟迟等不到救援，那我应该是已经死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的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。等一下！不出所料，奎蕊叫住了我。毕竟若是我死了，他可就真的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我转身，只见他面色犹豫，最后极为不舍地从左臂袖子里扯下一条流光溢彩的绸带。这个对法术攻击有很强的防御功能，先给你护身用。在韩长老封住他的灵力时，就已经将他的储物袋给拿走了。我想这应该是他最后的依仗了。不过现在这个东西归我了。我似笑非笑地睨了他一眼，将绸带接了过来，表面惊喜道：太好了，有了这个我一定能安全出去的。姑娘等我，我这就去。见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奎蕊整个人都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，神色中也不自觉带了几分不屑和轻视，只是语气依旧不放心。好妹妹，你真是心地善良，你路上一定小心些，记住，玉佩一定要在合欢宗门外摔碎。奎蕊很清楚，他已经打草惊蛇了。现在整个合欢宗到处都是隔绝气息的阵法，若是在阵中把玉佩弄碎了，那求救消息是绝对传不出去的。他已经等不起了，再有3个时辰就到了月圆之夜，若那时师兄们还不来救他，他真的就要被那死老头子当做炉鼎了。你保重，我走了。我将玉佩紧紧握在手中，在奎蕊紧张又期待的目光中快速离去，然后转身直奔韩长老的院子，敲响了房门。这个时辰，韩长老正在雷打不动的修炼，他枯瘦的脸上挂满了皱纹，身上只穿着一袭灰色长袍。我总觉得他是个怪类，明明可以用术法将自己变得年轻俊美，可他偏偏喜欢用这副老态龙钟的模样去玷污女修。有事儿？门自动打开，韩长老掀起眼皮子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。平日里我见到他都是有多远躲多远，今天还是第一次主动找上门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忐忑不安地将手中的玉佩捧在手心里举高。刚刚那个红衣女修说她是玄阳宗掌门的弟子，还给了我1块玉佩，要我去宗门外摔碎。我不敢。撤！
我抓的竟然是他。他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吧？他说自己从未受过这么大的屈辱，等他的师兄们过来救他了，定要血洗合欢宗，尤其要将韩长老您扒皮抽筋，碾碎神魂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一边煽风点火，一边暗中观察着韩长老的脸色。短短几息的时间，韩长老的脸色就从震惊转换成恐惧，最后变成了破罐子破摔的杀意。我知道，在没有得知魁蕊身份的时候，韩长老或许会将他当成一个长期炉鼎，但如今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，他断不会再让魁蕊活着离开地牢，但也很有可能会将我这个唯一的知情人杀掉。可我必须赌一次，因为我知道凡人想彻底杀掉修士，简直难如登天。更何况，我摸了摸袖子里的法宝绸带，看魁蕊那么不舍得他，想来也是个极品的法宝。韩长老将玉佩小心翼翼地放入了暗格中，生怕不小心弄碎了它，随后又将目光定格在了我的身上。他的手掌心凝聚着一股黑芒。你觉得我该如何处置那个女修呢？他放话说要杀光合欢宗的所有人，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尽快斩草除根。虽说合欢宗有着极强的禁制法阵，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要知道魁蕊可是玄阳宗掌门的弟子，又有几个疼他入骨的师兄，短时间内还好，若是长时间不见他人，玄阳宗的人一定会倾尽全力找他的。这修真界有太多秘法，想要找一个人简直是易如反掌。虽然我恨不得他一辈子受尽苦楚，求死不能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尽快杀了他比较好。韩长老眯起眼睛看了我好一会，喉咙里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哼笑声。心狠手辣，不拖泥带水，平日里看你颇为乖觉，倒是没看出来和我还是同一类人。这样说着，手中的黑芒也消了下去。我松了口气，知道这一次稳了。在韩长老眼里，一个温顺听话的凡人想杀就杀，但一个心思深沉、心狠手辣的同类，倒是可以暂时留在身边逗个趣儿。但不管他如何想，这场戏我必须演完。冬儿自小在合欢宗长大，早已将合欢宗当做了家，所以我绝不能狼心狗肺帮着他灭门合欢宗。倒是懂事。韩长老干了那么多缺德事，却能安全活几百年，自然是有一些手段傍身的。你退下吧，那个女人我自有打算。虽然现在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直接杀掉魁蕊，再毁尸灭魂，但偏偏对方又是个极品炉鼎，只要与他双修个几次，那修为必会上升一大段。要是就这么杀了，还挺可惜。我能看出韩长老的纠结，但我到底只是个没有话语权的凡人，只能听话的离开了。反正在韩长老手下，魁蕊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，不死他也得脱层皮，实在不行，到时我自己用绸带将他勒死。虽然我这个凡人杀修士有点困难，但那绸带好歹也是个法宝，应该是可以杀死他的吧。等一下，走，同我一起去看看那女人。是。上一世因为我的插手，毫不知情的韩长老被魁蕊的师兄们挫骨扬灰，这一世有了我的提醒，他自然开始重视起来这件事。地牢里，他看着蜷缩成一团的魁蕊，单手掐着他的脖颈，将他提溜了起来，另一只手在他光滑的脸蛋上轻轻抚过。原来你就是那玄阳宗赫赫有名的仙门小师妹啊！看到我面无表情地站在韩长老身后，魁蕊瞬间就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他满是红血丝的眼睛恶毒地瞪着我，看着像是要把我千刀万剐。贱人，你这个卑贱的凡人，你竟然背叛我！背叛？姑娘这话说的实在好笑，我本就是合欢宗的人，哪有帮外人去坑害自家的道理？更何况你还是个满口谎言的骗子，为了逃离这里，还敢大言不惭地谎称自己是玄阳宗掌门的弟子。我不是骗子，我师父真的是玄阳宗掌门。哦，你说是就是了。我警告你们，最好赶紧把我放了，否则等我出去后，定要让师兄们血洗合欢宗，将你们千刀万剐，魂魄阳火炙烤，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看他被韩长老掐着脖子，仍有勇气喊出这么一番话后，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本来韩长老对他就已经起了杀心，如今他又这么一顿叫嚣威胁，我非常确信以及肯定，他怕是连一丝残魂都不会留了。看来我的告密以及故意刺激他的话语，已经成功让他失去冷静了，这正合我意。或许是被我的笑声给刺激到了，魁蕊猛然回过了神，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刚刚说了什么蠢话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不过很快他就小心翼翼地扯住韩长老的袖子，渲然欲泣道：这位长老，我刚刚说的都是胡话，其实只要你放了我，我发誓回去后一定会重重地感谢你，回报你的。若你是其他掌门的弟子，或许我会有所忌惮放了你，但你是玄阳宗掌门的弟子，那么很遗憾，你死定了。凭什么？
谁人不知，你是玄阳宗的心肝宝贝，不可触碰的逆鳞。你大师姐不过是在宗门比武中不小心伤了你，就被罚了整整100魔鞭。后来更是将她的冰灵根都挖给了你，彻底沦为一个废人。同门师姐尚能下如此狠手，若我傻傻放你回去，我还能有命活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贱女，是大师姐自愿给我的。见他这个魂不守舍的样子，我便知道韩长老所言非虚了，一瞬间恍然大悟，难怪他明明是极品冰灵根，修为却低得可怜，打架招式也全是些花架子，只会从储物袋里掏出法宝乱扔。原来他深挖了自己大师姐的极品冰灵根，给自己换上了啊！那更该死了。韩长老也懒得再和他废话了，掐着他的下巴就要喂他一颗赤红色的丹药。奎蕊不是个傻子，知道这个丹药不会是个什么好东西，他用力挣扎摆脱束缚，手脚并用的往角落里爬，可惜下一秒就被韩长老给拦住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滚开啊！我不吃。放心，助兴的小玩意儿罢了。奎蕊本就打不过韩长老，偏偏灵力又被封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韩长老将红色丹药塞进他的口中，再强迫他咽下去。药刚下肚，他就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地，一双眸子怨恨地死死地瞪着我。我皱眉，我不解，我大为震惊。不是，为什么他最仇恨的人是我呢？我是告密戏耍了他了没错，但将他掳来的是韩长老，封了他灵力喂他丹药的也是韩长老，甚至待会儿要侮辱他的人也是韩长老，所以他为什么不仇恨韩长老呢？我想了想，这应该就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吧。比起一个心狠手辣的邪修，我这个普通的凡人明显更好欺负一些，毕竟若把恨意宣泄在我身上，我只会一气之下气一下，但要惹到了韩长老，他只会被折磨得更惨，伤得更重。不多时，奎蕊的脸色就变得通红，身体紧紧地蜷缩在一起，呜呜咽咽地低声哭泣着。韩长老头也不回道：你出去！不要走，救救我！是，东儿告退。说完，唇角勾起一丝解气的笑意，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。地牢中被韩长老死死压在身下的奎蕊惨叫连连，这声音听在我耳中，却仿佛是世间最美妙的音乐。上一世我弑母心泛滥，拼死传递了他的求救信息，险险保住了他的清白和性命，可到临死前我才发现，原来他就是那个杀了我父母的真凶。更可悲的是，我们一家3口竟都惨死在了他的手里，所以这种恶人不配被我救，他就活该一辈子待在地狱里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一连几日，韩长老都待在地牢里没出来过，我也识趣的不再去打扰，而是积极的穿梭在宗门里，从合欢宗弟子的闲谈中提取一些关于外面的消息。毕竟奎蕊的几个师兄可不是好惹的，他们随便动动手指就能将凡人碾成肉渣，所以我必须做好随时逃之夭夭的准备。韩长老那个淫魔恶棍死就死了，但我可不想再莫名其妙的为合欢宗陪葬了。至于其他人的死活，更是与我毫无关系。要知道我只是一个凡人，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膳食堂中，我卖力地清理着桌子，心思却早就被角落里2个人的八卦给吸引了过去。话说这玄阳宗的人也是老糊涂了，放着好好的明珠不要，却偏捧这个榆木当做宝贝。啥意思啊？知道玄阳宗那个天赋绝佳的掌门首徒沈清霜不？当年是多么耀眼骄傲的一美人啊，如今却被折磨得筋脉尽断，双目失明，彻底沦为了人人可欺的废物。那几个他精心呵护长大的师弟们，为了给离宗出走的小师妹出气，已经将沈清霜吊在无尽渊上2天2夜了。说是什么时候等小师妹消气回来了，什么时候就放过她。真是个小可怜呐！说起无尽缘，我后背就发凉。2人的讨论仍在继续，我的心脏却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若是没有猜错，他们口中的沈清霜，应该就是被奎蕊挖走冰灵根的大师姐了。不知为何，我的心中突然腾起一个强烈的想法，我想救她。然而我只是一个凡人，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他们口中的煞气。于是我开始去往地牢里送饭。第一次去，我看到了仰躺在石床上只盖着一件薄纱的奎蕊，他的身上几乎没一块好肉，双臂以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，被打肿的双颊上满是泪水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好像衰老了10多岁，眼神看起来也涣散无光。韩长老则盘腿坐在一旁打坐，神情中全是厌足和兴奋。你出去！我来给他送饭，怕他饿死。用不着，滚！是。第2次，我打了一桶水，说要给奎蕊清洗。正在兴头的韩长老一道黑芒将我击飞出去，紧接着就在地牢门口结了一个防御法阵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从地上爬起来，快速跑回自己的小竹屋。
解开外衫，露出了缠在我上半身的绸带。刚刚韩长老的一击，我竟然毫发无损，甚至没有一丝不适的地方。这果真是个上好的法宝。心里有了主意，当夜我便趁着巡夜弟子松懈时，按照上一世的路线逃出了宗门。我已经亲眼见到了奎蕊的凄惨下场，他现在已经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状态了。况且韩长老都已经做到了这一步，也知道了她是玄阳宗最受宠爱的小师妹，定不会再让她有活着的可能。这个时候我自然得为自己做好打算。奎蕊的几个师兄将沈清霜吊在无尽崖上，说明他们已经发现自己联系不到奎蕊了。现在他们或许还会觉得是自己的小师妹在赌气，故意躲着不出来，但再过几天他们定会发现不对劲的地方。现在的合欢宗对我来说极度危险。3日后，我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小乞丐，靠着一路打听八卦，成功来到了无尽渊，也见到了那个玄阳宗掌门首徒沈清霜。阴森可怖的悬崖上空无一人，只有一道瘦弱孤寂的身影被麻绳吊在枝桠上，一袭青衣早已被鲜血染透，手腕脚腕处各有一道狰狞的伤口，若不是他的胸口还有一些小弧度的起伏，我都要以为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看着他遍体鳞伤的模样，我的心不自觉地揪了一下，一定很疼吧。幸好这几年我在合欢宗干的都是些粗活累活，养了一身的力气，也算是有惊无险地将他救了下来。然而还不等我松口气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暴喝：放肆！谁允许你将他放下来的？我心中一颤，连忙扭头看去，只见一个长相俊美的少年正一脸阴沉地瞪着我，手中的长剑不由分说地向我刺来。感受着铺天盖地的杀气，我的脸色顿时一片煞白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死的那一刹那，怀里的沈清霜不知何时醒了过来，死死抱着我的腰肢从悬崖上扑了下去，身体急速下坠，周身一片黑暗。此刻我的心中后悔万分，我这该死的圣母心到底死几次才能治好？昏迷前，我隐约听到耳畔传来一道虚弱至极的声音：别怕，以及上方撕心裂肺的呐喊。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我已经身处一个山洞里了，身边燃着篝火，却不见沈清霜的人影。我小心翼翼地向洞口走去，外面的景色荒凉破败，目光所及之处满是阴暗猩红，风声中的惨叫哀嚎声更是不绝于耳。不远处风暴中心，沈清霜盘腿而坐，周身肉眼可见的猩红暗芒疯狂地朝他体内涌去。我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明白过来他可能是在修炼，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直到过了好久，沈清霜才回到山洞，他的那些伤口已经恢复如初，脸色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，身上依旧穿着那破烂的血衣，发髻上挽着一只简单的素簪。不同的是，周身萦绕着一股邪力的气息，他的眼上覆盖着黑布，却依旧能准确地找到我的位置，轻轻揉了揉我的脑袋，苦涩地说了句：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们一家人。什么意思？当年奎蕊，也就是我的小师妹，给我下了幻灵散，将灵力全失的我丢在了乞丐窝。若不是你爹娘恰好路过并将我救了回去，恐怕我没出事，奎蕊就记恨上了你的爹娘。在我身受重伤又被囚在禁地时，他曾来向我炫耀是如何杀死了我的救命恩人，又是如何将他们烧成了灰烬。原来奎蕊杀死我的父母，只是因为我爹娘坏了，他陷害沈清霜的毒计。可是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爹娘？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从未见过你啊。是这个，这是我送给你父母的，能扛住元婴修士的全力一击。我以为我能护住他们的，是我太没用了。长命百岁，邪祟不侵，这是哪门子的仙门正道？我的心底对奎蕊的恨意又加深了几分。接下来整整1年的时间，沈清霜除了每隔一段时间给我弄来一些果子猎物之外，其余时间都在不眠不休地吸取煞气。我不知道他没了灵根是怎么修炼的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身上越来越强大的气息，满是邪力和暴虐。有很多个瞬间，我甚至将他看成了从地狱归来的厉鬼，但是我从不害怕，我就是莫名的笃定他绝不会伤害我。时间一晃而过，再次出来时，我只觉得一阵恍惚。此时的合欢宗俨然成了一片废墟，看来玄阳宗的人最后还是找到了奎蕊的位置。想来韩长老应该也早死的连渣也不剩了，真是活该。只是不知道奎蕊现在如何了，要去玄阳宗吗？我扯了扯身边人的袖子。1年的时间里，我也逐渐了解到沈清霜在玄阳宗里过的是什么日子。自从奎蕊成为小师妹后，她被陷害，被厌弃，疼爱着长大的师弟们碎了她的金丹，剜了她的灵根，动辄磨鞭虐打，寒冻囚禁，言语侮辱，那里是她的噩梦。
当然要去。小东儿不是说了吗？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人不能窝窝囊囊的活着。只是那难免是一场硬仗，你凡人之躯承受不住，所以在这里等我回来，好吗？我乖巧的点了点头，同意了。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，像我这样武力值为零的凡人，到了那里只会给沈清霜添乱。修士斗法，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。我不想让他分心，我现在已经很知足了。有多少寻常百姓的亲人被修士之间的斗法误杀后状告无门，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。至少我已经凭一己之力毁了奎瑞一次，更何况我现在还有了超级厉害的清霜姐姐做后盾。我回到了我曾住过的小竹屋，可能位置比较偏僻，它并没有损毁得太厉害，暂住几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花费了半日打扫干净后，我就坐在窗户前，看着玄阳宗的方向，心中默默为清霜姐姐祈祷，一定要赢，一定会赢。我等待了整整3天，就在我即将等不下去，准备前去玄阳宗查探情况的时候，却瞧见前方白雾里有一道若隐若现的人影朝我走来。走近了才发现，来者是清霜姐姐，她的手中持着利剑，正滴答滴答地往下滑落着鲜血。她看见我脚步一顿，对着我温柔一笑，随后坐在屋檐下，拿起白布仔细地擦拭着剑锋。清霜姐姐，你这是打赢了？碎了2师弟的金丹，剜了3师弟的极品灵根，断了4师弟的全身经脉，打了掌门1千魔鞭，刺瞎了他的双眼。啊，冬儿，你是觉得我手段残忍吗？可我没杀他们，也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不，清霜姐姐，你也太酷太厉害了吧！我好崇拜你啊！这个做法简直绝了，杀了他们只会让他们解脱，而废了他们才是最好的报复。实力地位的巨大落差，会让他们日日夜夜痛不欲生，却又无能为力。这对曾经身为天之骄子的他们，无疑是最致命的打击。沈清霜愣了一瞬，随后扑哧一下笑出了声。谢谢你，冬儿。对了，我还给你带了一个人，我觉得还是由你处置比较好。说着一挥手，瞬间一个不成人形的女子扑通一声滚落在地。我定睛一看，正是奎瑞。此时的他衣衫褴褛，披头散发的在地上挣扎着，看着衰老了许多，早已没了初见他时那副高高在上的灵动模样。他果然没死，不过看他如今的这副模样，想来被救走后的日子也过得不怎么样。贱人，都怪你！让我想想，是将你丢在乞丐窝里呢，还是送你上西天？不，放过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饶我一命吧。奎瑞的眼中盛满了恐惧，连忙改口求饶起来，也不管身体的疼痛了，跪在地上哐哐哐地磕起了头。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挺佩服他的，他的求生意志是真的强。他自己成了废人，疼爱他的师兄也废的废，残的残，且心底明知道我不可能放过他，却仍为了那微乎其微的生存概率卑微祈求。可惜我偏要他死。在他惊恐的眼神中，我将他最珍爱的绸带一圈一圈绕在了他的脖子上，然后双手用力拉紧，感受着他挣扎的力道越来越小，直至不再动弹。困在我心口多年的郁气突然就消了。爹娘，女儿为你们报仇了，你们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小兜儿，你想成为修真者吗？这没人不渴望拥有强大的修为，飞天遁地的能力。你看这是什么？你的极品冰灵根。是我从奎蕊体内挖出的，这本就是我的东西，只是我现在的体质早已被煞气改变，修炼不了冰系法术了。我想移植到你的体内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也就是说，以后我也可以修炼了，可以飞天御剑，尽情遨游了。小东，我不想你几十年后在我眼前老死，一直陪在姐姐身边好吗？只是成为修真者后，要面对日复一日枯燥的修炼，危险重重的斗争，会远离平静祥和的生活。我不怕，以后我们姐妹2人一直在一起，游遍修真大陆，尝尽世间美食。这一次